花园想当总统了 ，Next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。大家好，我是尖上猫。这次我们又带猫自驾游，这次目标是玩美国东部的几个大城市。第一站是华盛顿 DC， 已经开到城区了。美国的油真抗烧，从瀑布那边过关加的油，一路开到华盛顿还没烧光，价格还比加拿大略便宜些。怀疑平时加的加拿大油掺了不少的酒精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华盛顿，总体的建筑风格和加拿大蛮像，感觉城市的绿化相当不错。先把车停在了预定好的停车场，然后准备步行走完整个市中心的景点，很快就来到了白宫。这华盛顿雕像，打卡的人还挺多，还有警察在维持秩序。不过这看着怎么这么像监狱的铁栅栏？前面有个小喷泉，肉眼看着没有新闻里那么气派，感觉就是个小白房子。总统就在里面吗？我看着像越狱的。花卷有什么想法？想不想当总统？花园想当总统了 ，Next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。未来的猫总统就是我的小花卷。She's on lease. It's beautiful. It's beautiful. 走了几步，发现这个房子比白宫气派多了。是制定科学这个政策的。我以为着火了，原来是这边的供暖系统，也是真够原始的。全场焦点，小花卷，小花卷。路过不少小吃摊儿，觉得太普通就没有买，就是一些热狗、冰淇淋、饮料，价格也不贵。本来想步行走完整个景区，这才刚开始就累得不行。看来别人租小电驴代步也不是单纯想炫技。我们刚逛完这个白宫，然后呢，下一站就是去这华盛顿纪念碑，然后呢，林肯纪念堂在那边。最后我们去国会山庄，先去林肯博物馆吧，这样可以一路回来。走，花卷。这是加拿大，不是美国的，每个州都印在这上面，每一根柱子上印的美国的一个州。就是今天特别的晒，小孩觉得不耐烦了。路过好多围着水池子的纸袋子，应该是人们缅怀自己的家人朋友，里面装着沙子。路上还遇到很多对我猫友好的人，感觉喜欢小动物的人都很可爱。这位小哥专门过来对小花卷赞美一番。谢谢大家的喜爱。其实做这个频道也是主要记录生活。花卷平时也喜欢自己出门散步，我们旅行的时候怕它没人照顾，所以也一直带着。刚开始领养回家的时候，家里没人，它就乱叫，以为自己被抛弃了。带猫出门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，只是希望它能在猫生做一只快乐的猫咪。看得出来，花卷很喜欢这个小公园，它自己主动走了很久。这里有很多树，还有水池，所以气温很舒适。林肯纪念堂到了，这就是林肯纪念堂。带小花卷进去，这儿太晒了，小花卷你看，晒的哈哈哈，热的不行。这里还在施工，噪音很大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来打卡。看这大柱子多气派！这是刻在墙上的美国宪法。林肯纪念堂正对着的就是著名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的那个水池。
周围的小动物挺多，而且不怕人，居然还有白色的小松鼠，这应该是得了白化病。一共有2只，实在太罕见了，必须上前同框一下。景区实在太大，走到中途已经体力不支，但周围已经没有任何商店，能硬着头皮买了个18美金的小汉堡。后悔刚刚错过了那些美食车。很有意思的是，那些美食车随时跑路，看到警车一来就立刻开走，一会儿又转回原地。猫捉老鼠的游戏一天得玩好几10次。终于来到了重要景点了，坐在水边拍个合影。连鸭子都知道这里舒服，一排排都蹲在这儿。最后我们回去取车的路上路过了唐人街，这里的唐人街人很少的样子，而且很多都不是华人，门口坐的黑人比较多。这个美国富人住的豪华别墅区，一般有钱人都住这种豪华大别墅。第2天我们来到周边的 Georgetown 逛逛，和加拿大的旅游小镇挺像。经过昨天的教训，本来想租小电驴，发现挺贵就放弃了，而且这里坡度挺大的，也比较危险。来朋友推荐的 Cupcake 点了个甜点，还可以，就是这家。小镇的小店很多，慢慢逛会很惬意。总体而言，华盛顿是个挺惬意的城市。这里房价相对别的地方比较便宜，而且安全性来说属于全美之最。来之前本来还挺担心会碰到小偷抢劫之类的，把重要物品都有好好收着。但玩了2天发现挺安全，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白天来的。不过总体没有非常有趣，打个卡就行了。